在现代社会，许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致富梦想和计划，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这些梦想呢？心理学家 Barry Schwartz 提出了选择的悖论理论，解释了过多选择会导致行动瘫痪的现象。当人们面对太多选择时，往往会陷入过度思考的陷阱，担心做出错误选择，从而导致行动延迟或完全放弃。行为经济学家 Daniel Kahneman 在他的研究中也发现，过度思考会增加决策的复杂性，降低行动的可能性。作家王鼎钧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卖豆腐的人，由于赚不到多少钱，他常常想要改行。卖豆腐人每天早起开始忙碌，他在破旧的小店里一边制作豆腐，一边接待络绎不绝的顾客。每当夜幕降临，他疲惫地坐在灯光昏暗的厨房里，想着各种计划。他设想过要卖掉豆腐店，买头驴去贩运食盐，再进一步扩大成运输队。然而想到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他又打消了念头。这种内心的挣扎每天都在重复，最终他还是照常卖豆腐，生活毫无变化。每天一到夜里，他就对未来制定各种计划，比如把豆腐店卖掉，买头驴去贩运食盐，等赚了钱就买更多的驴办运输队。但是他又想，万一驴养不活怎么办？万一运输生意不好呢？每天夜里他都这样翻来覆去地想着，可第二天起来他还是照样卖豆腐。最终他一辈子都在卖豆腐，生活毫无变化，始终活在困顿中。想起作家梁京说过的一句话，总是期待而从不行动，是大部分穷人都摆脱不了的顽疾。再周全的计划，不干都是徒劳；再美好的致富梦想，不做则全是空想。一个人富不起来的根源，就在于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在《不做金钱的奴隶》一书中看过一个故事，有对兄弟同时看到了鞋子商机，决定各自办一家鞋厂。哥哥说干就干，立马请来师傅工人，购买机器原料，不出半个月就把产品推向了市场。哥哥说干就干，立马请来师傅工人，购买机器原料。他亲自监督生产线上的每一个细节，确保每一双鞋子都符合市场的需求和质量标准。而弟弟则在不断地查阅市场资料，咨询行业专家，担心无法与其他竞争对手抗衡。他甚至列出了详细的风险清单，但这些繁复的思考最终让他错失了最佳的市场时机。弟弟则踌躇不决，那么多鞋厂，怎么与其他人竞争？如果失败了，亏空怎么填补？他一直犹豫纠结，总是翻来覆去地想。最后哥哥的生意越做越大，而他依旧在原地打转。财经作家刘辉说，真正阻隔在你和财富之间的，不是智商能力，而是过多的想法。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行动偏差是影响人们决策的重要因素。人们往往高估了行动带来的风险，而低估了不行动的代价。心理学中的沉没成本效应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陷入过度思考的困境，已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让他们难以放手，导致犹豫不决。研究数据还显示，成功的人通常更注重执行力，而不是完美的计划。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明明有很多机会摆在面前，却瞻前顾后，思虑重重，揣测别人如何看你，担心失败，害怕风险。结果就应验了那句俗语，夜里想了千条路，明早依旧走老路。再多的起心动念，不落实到具体行动上，那就等于零。作家李小艺曾谈过他人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24岁时，还是记者的他参加了一次行业会议，有一位猎头过来问他，愿不愿意去一家知名的公司做总经理的秘书。李小艺纠结了很久，他在心里来回盘算，自己身高上不了台面，外语还差点火候，性格不合适，专业也不对口。越想他越怀疑自己。那位20几岁的猎头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要想那么多？没有任何机会会对你三请四邀。李小艺与猎头的对话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猎头详细介绍了这家知名公司的发展前景和总经理秘书的岗位职责。然而李小艺在心里盘算，自己的身高是否符合公司的形象要求，外语水平是否足够胜任工作。
他甚至考虑到性格是否适合秘书的角色。最终，他的犹豫不决让他错失了这个提升自我的机会。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他不禁感慨，真正阻碍他的是内心的怀疑和犹豫。然而，李小艺还是没有去那家公司，最终错失了这个重大机遇。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曾说过，经常受困于贫穷的人，他们活得焦虑不安，往往都患上了想太多的坏毛病。想太多不仅会消耗时间和精力，更会瓦解掉你做事的决心与意志。精神上的拉扯是你生活与工作最大的敌人。当你陷入纠结与犹豫，就只能白白让机会溜走，把财富越推越远。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商业顾问刘润说，想到和得到之间隔着一条做到的鸿沟，而正是这条鸿沟将穷人与富人区分开来。一个人变富的过程，其实就是摒除各种杂念，将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在30不设限中，作者范海涛讲了自己一段经历。30岁时，他在一家小公司上班，拿着微薄的薪水。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打算出国留学，进一步的提升自己。自从有了这个计划，他的脑海里就充斥着各种思绪与念头。放弃现在的工作，真的划算吗？范海涛在决定出国前，内心充满了各种顾虑。他与朋友讨论过这个计划，朋友们的意见各不相同，有人鼓励他追求梦想，有人则建议他安稳过日子。他还与家人商量，父母担心他在国外的生活会不适应，并且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长时间离开。然而，导师的一席话让他豁然开朗，想10000遍不如试一次，至少不会后悔。这句话成为他最终下定决心的动力。30岁才出国留学，晚不晚啊？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去那么远的地方合适吗？后来他咨询大学导师，导师对他说，想10000遍不如试一次，至少不会后悔。于是他下定了决心，并且说干就干，立马找来课本开始复习。最终他顺利通过 GRE 考试，成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口述历史专业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就成立了工作室，出版了一系列人物传记，成为畅销书作家。后来谈到此事，范海涛说，最应该感谢的是当初那个敢于行动的自己。逻辑思维 CEO 李天田曾说，人生总有很多左右为难的事，如果你在做与不做之间纠结，那么不要反复推演，立即去做。圣经里记载了这样富有传奇性的一幕，奔赴圣地的人们被一片死海拦住去路，血色的海面飘满死尸，半空黑雾迷茫，时有鬼魅低吟，看上去根本无法前行。而当摩西踏上海面，顷刻间天朗气清，死海自动向两侧分开，露出一条畅通无阻的路。人生往往便是如此，当你犹豫不前，只觉得荆棘丛生，当你迈开脚步，才发现所行皆坦途。在致富的路上，永远没有最周全的计划和最完美的时机。与其总是预设困难，将自己困在原地踌躇不前，不如把执行力置顶，主动迈开步子。为了克服想太多的问题，建议制定明确的行动计划。例如，可以每天设定一个小目标，逐步完成。使用时间管理工具如番茄工作法，每25分钟专注于一个任务，休息5分钟，再继续下一个任务。建立一个支持系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同事，互相监督和鼓励。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行动力，还能增加成功的几率。路不行不到，是不为不成。行动是打开财富之门的关键，先做起来，你想要的未来才会奔你而来。财富杂志曾做过一项研究，他们考察了500家头部企业，分析了他们发展壮大的历程，并归纳他们成功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一个企业的成功 5% 在战略， 95% 在执行。企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正如作家大兵所说，世上大部分传奇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们将心意化作了行动而已。财富也往往偏爱那些说干就干、
一心专注于行动的人。汽车大亨福特刚进入汽车行业时，当时汽车主要靠蒸汽作为动力，很多从业者都选择继续开发蒸汽动力，改进蒸汽装置。当时还是小职员的福特却在思考，车子既然可以用蒸汽作为动力，那么用汽油应该也可以。他跟别人讲自己的想法，大家都摇头，真的可行吗？需要投入多少？万一失败了呢？福特却不多想，他当即就定下个改变汽车动力的目标。自那以后，他先是在工厂当机械学徒，深入学习机械制造方面的知识。后来他又利用下班时间去搞研发，钻研燃油机原理。通过努力，29岁时，他成功研制出燃油发动机，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燃油车。正是毫不动摇的执行力，让福特完成了这种革命性的创造，让他成为美国汽车大王，一举跻身富豪之列。乔布斯曾说，你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在重复别人的生活上。这句话强调了行动的重要性，而不是沉迷于幻想和计划。马斯克也说过，在绝妙的想法放到全世界几十亿人中，也有几万人能想到。你只有想到了就去做，才能抢在他们前面。任何事情若总是停留在头脑里，那么永远也不会有结果。学会把再想想换成马上做，先执行再去完善，是一个人变富的底层逻辑。早一分行动前的空想，就能早一分靠近想要的生活。家是另一所学校，成员之间的互动对每个人的成长都有深远的影响。研究表明，积极的家庭环境可以显著提高孩子的行动力和自信心。父母的言行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良好的沟通和积极的支持能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和执行力。例如，一个家庭可以一起制定家庭计划，明确每个成员的目标和任务，定期讨论进展，互相鼓励和支持。麻省理工2位经济教授阿比基特与埃斯特走访了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地区，他们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这些穷人家庭吃不饱饭，却还要买电视，家里囤满杂物；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往往伴随着无休止的争吵与谩骂。2位经济教授在《贫穷的本质》里说道，贫穷不仅是一种物质状态，更是一种精神状态、生活状态。从生活层面到精神层面，如果一个家里充斥着垃圾，这个家就永远不可能富起来。1. 物质垃圾。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社会上的商品越来越多，却出现了这样一个现状：低收入群体喜欢把钱花在不重要的事物上，比如包包、衣服、电子产品等；高收入群体大部分支出用在更有价值的东西上，比如健身运动、读 MBA 以及付费知识讲座。最后文章指出，在物质时代，决定一个人穷富的不再是赚钱的能力，更多取决于你怎么消费。对于普通人来说，存下的每一笔钱都是以后翻身的资本。你如果只会买，只会让家里垃圾越积越多，却让自己越来越穷。作家杨小健讲过他认识的一对夫妻，他们2人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收入刚好覆盖支出。如果精打细算一番，每一个月还能存一笔钱。但夫妻俩从不去规划自己的开销，每一个月都要透支信用卡。朋友看见同事买了一辆中级轿车，见猎欣喜，也跟风买了一辆。妻子每次出去逛街，回到家时都是大袋小袋。一走进他们的家门，鞋柜那边几十双鞋凌乱摆着，柜子上叠着各种包包。杨小健曾委婉劝过他们，该花时得花，该省时得省，不然扛不住一点风险。2人听不进去这些，仍大手大脚的花钱。后来上一年年末，丈夫被公司裁员，再加上老人因为流感引发了一些并发症，医药开销让他们苦不堪言。这一段时间，夫妻俩长吁短叹，后悔没有留一些存款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在占有物品的同时，我们的精力与金钱其实也在被它占有。降级消费才能升级人生。在物质主义的冲击下，克制住自己的消费欲，是普通人跨越阶层最需要具备的能力。2. 情绪垃圾。
畅销书《热锅上的家庭》中，主人公卡罗琳总为一些小事对家人大吼大叫，女儿弄乱了房间，儿子将课本忘在学校，丈夫回家太晚，都会被她劈头盖脸的痛骂一顿。有一次，她在家准备晚餐时，大声招呼家人过来帮忙，丈夫和儿子忙着玩游戏，只有女儿过来摆好了一家人的餐具。她不但不夸女儿，反而生气地嚷道：“你就做这么点小事！”女儿觉得委屈，跟她顶了几句嘴，她便不依不饶地责骂女儿不尊重自己。丈夫听不下去，帮女儿辩解，她又将矛头转向丈夫：“都怪你太惯着她。”最后，女儿愤怒地选择了离家出走，丈夫和儿子也不愿再搭理她。家庭不安，百财不落，成员之间不能劲往一处使，没法拧成一股绳，日子就难有兴旺之日。一个家想要蒸蒸日上，就得先扫掉家里的情绪垃圾。作家明前茶曾在旅行时路过一家生意火爆的鱼丸店，每天买鱼丸的人都排起10几米的长队。他好奇地进店观察，发现这户人家的每个人都能给到对方情绪价值。碗筷打碎了，老板急着说是自己不小心，老板娘说是自己放的地方不对，70多岁的老母亲连忙过来说是自己没帮上忙。从这个细节中，他明白这家店为什么生意会如此火爆。李鸿章曾经赐予乔家一副楹联：子孙贤足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很多时候，一个家庭的穷困源于彼此之间的内耗。家庭成员如果能同舟共济，少埋怨，多鼓励，那么再穷也能发家。3. 信息垃圾。之前看到一位网友发表过一个观点：穷人的家庭就是垃圾堆。他说自己的妈妈整天在背后说别人的家长里短，或是嘴碎一些邻居家鸡毛蒜皮的事，让他一度觉得这些就是生活的全部。他还说父亲口不离3字经，他也因此染上了喜欢说粗话的习惯。这个网友的经历让我不由得想起之前的一个走红网络的女孩，她的家庭交流模式与上面的网友迥然不同。这个小女孩叫浅浅，在一次回家路上，被爸爸用英语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如何看待俄乌局势？这个问题哪怕是让一个成年人来谈，多少都要费一番功夫。浅浅只是思索了一会，立刻就用流利的英文做出了回答。他先是对那些在战火中饱受苦难的人表示同情，随后又说起自己最近在看《三国演义》，而当下俄乌局势就像是三国里发生过的情节。美国和北约就像是曹操，俄罗斯是江东的孙权，乌克兰则是兵家必争之地荆州。他还进行了一番有理有据的分析。看过三国的人就知道，这个比喻精妙极了。人们在赞叹孩子的英语口语和文化素养时，更佩服这位爸爸的远见与睿智。别的家庭在琐事上消耗时，这位爸爸和女儿却在探讨有价值的内容。我一直赞同一句话：家也是修行的地方，成员之间互为老师，互为学生。如果家里产生的都是信息垃圾，我们就没有进步，没有成长。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回忆到他小时候的生活。他父亲辞职做了律师，他会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会详细地向母亲诉说，比如为什么事，涉及什么人等等。他们俩还会一起分析，一起讨论。父亲也会经常跟他交流一些文学知识，有时会抽背他的古诗词，有时会把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说给他听。对于杨绛来说，家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场所，家是另外一个学校。每一个父母都是一位老师，你在家里聊的话题，谈的观点，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人。认可一种说法：脏门难揽财，捉人难有福。如果你的家庭里装满物质垃圾、情绪垃圾、信息垃圾，那么很遗憾地告诉你，好运、财运都会从你身边溜走。一个家庭想走上坡路，就得一一扫掉这些垃圾。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名叫《蜀比二僧》。故事讲述了两位住在蜀地的和尚，一个贫穷，一个富有，他们都心怀去南海朝圣的梦想。然而，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却截然不同，最终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富和尚因为担心海上风浪太大，忧虑路途过远，始终未能下定决心出发。
他每天都在反复思考着各种可能的困难和风险，海上会不会遇到风暴，路途遥远，自己是否能坚持下来，需要准备多少物资才能确保安全。这种种的顾虑让他迟迟未能踏出第一步，始终停留在对未来的担忧和不确定中。而穷和尚却截然不同，他没有那么多顾虑和担忧，他只简单地带上了一只水瓶和一个饭钵，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朝圣的旅途。一路上他遇到过风雨，经历过艰难，但这些都未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他坚信只要开始行动，一切困难都会有解决的办法。于是他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最终成功到达南海并顺利返程。第二年，熊和尚不仅实现了朝圣的愿望，还带回了丰富的经历和感悟，而富和尚却依旧困在自己的思虑中，未能迈出第一步。尽管他有着比穷和尚更优越的物质条件，但正是因为他过度的担忧和犹豫不决，使得他与梦想渐行渐远。他们两者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外在条件的优劣，而在于内心的意志和行动力。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那些停留在原地空想的人只能永远受制于穷困，而那些敢于迈出第一步的人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实现人生目标，光有梦想和计划是不够的，必须付诸实践。凡事少点思虑与纠结，多点尝试和行动，你才能用自己的双手推开财富的大门。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只要有勇气和决心行动起来，成功的道路就会在脚下延展开来。愿你我都能少一些犹豫，多一些行动，勇敢迈出第一步，用实际行动去迎接更加富足和成功的未来。愿你们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步步坚定，勇往直前。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